突然變身，這個系統 Uber 很聰明哦，啊，可以接這個麥當勞歡樂送的工作的業務啊，我們不用穿制服，不用勞健保，多好啊！哇，好，你好，這邊，然後這邊，那我還需要一組你的 PIN 碼，5513，好，謝謝，拜拜。沒單啊！哎呀，哎，我覺得今天又是一個在路上閒晃的一整天了。前幾天呢，我在那個外送群組裡面看到一則新聞啊，大家非常熱烈的討論這則新聞。哎，哦，130，來呀，好，乾脆我們在路上聊一聊好了。超遠的這一單，新安街這邊右轉 ，OK，Let's go。哎，有單又加錢，15分鐘56塊，2單，哎，先不要好了，不二，你再拿，我旁邊看一下，又來單26塊，哎呀，6分鐘，哎，要嗎？啊，不要啊，你好，這個好，謝謝。來這新聞啊，是 Grab 要進軍台灣了，他花了192億要買下台灣的 Foodpanda。我本來啊也覺得，也還好嘛，也沒把它當一回事情。不過就是平台換一個老闆啊，關我什麼事，對吧？不過呢，反正閒着也是閒着嘛，啊，我就開了我的電腦，然後開始挖掘啊，開始了解一下 Grab 是什麼。然後挖完之後啊，哇塞，蠻精彩的呢。因為我覺得這可能不只是外送而已哦。我們先講 Grab 是什麼。外送群組裡面常常去東南亞的人一定知道這個名字。但在那邊 Grab 就是生活的本身。大家在曼谷下了飛機之後，叫車 Grab， 到飯店餓了點外送 Grab， 要付錢打開 Grab Pay， 隔天買個咖啡逼一下 Grab Pay， 你騎車出車禍保險 Grab Pay 裡面買的，你缺一筆錢想借小額信貸 Grab 借你，你想存錢它有數位銀行，你想投資它還有基金可以買。換句話說啊，叫車、外送、支付、轉賬、借錢、保險、投資、銀行，全部都在同一個 App 裡面。我覺得它已經可以成為一個超級 App， 在台灣沒有這種東西存在過。而這間公司呢，現在要來啦，所有新聞都在討論什麼？公平會不會打 ？Uber 是不是會繞道？外送費會不會漲？但這些是問題嗎？是沒有錯啊，不過這只是表面而已。你想看，台灣現在我去查了一些數字，台灣現在差不多有超過80萬名的東南亞移工，印尼人、越南人、菲律賓人、泰國人，然後他在我們的工厂裡面組裝零件，在阿公阿嬤的床邊長期照護，在遠洋漁船幫我們捕魚，在工地現場幫我們基礎建設。他們每個月啊一定會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薪水的一部分呢寄回家裡面。算過啊，每個人大概是500塊美金，1萬多塊台幣。那80萬人一整年加起来就超過40億美元，換算成台幣大概是1280億以上。那你知道台灣整個外送市場一整年有多大嗎？大概35到40億美元。Foodpanda 自己去年的交易額就是18億美元左右，也就是說啊，移工匯款的規模跟我們現在外送市場差不多大。我們頻道裡其他縣市的朋友們，例如說你住在中壢、桃園、台中的工業區附近啊，你一定看過有一種店，那招牌上面呢，就寫着印尼文或者是越南文，然後賣一些家鄉的零食啊、電話卡啊。但是呢，很多人知道也不知道啊，這些店同時呢也是地下的匯款站，移工們把現金帶過去，店家呢就把幾百筆的錢，然後湊在一起，透過地下中介打包匯出去。它手續費貴了一點，速度慢了一點，沒有任何保障了一點。這個問題呢，在於是錢如果中間不見了呢，就不見了啊。不過呢，
我們台灣金管會自己有算過啊，如果每個移工每個月匯1萬台幣，那一年應該是有800億左右。不過呢，合法管道的數字上面，大概只有600億左右。那剩下的呢？地下。所以我們現在把這些都湊在一起啊。Grab 在東南亞是什麼？它不只是外送，叫車、外送、電子錢包、轉賬、借錢、保險、投資銀行，全部都在一個 App 裡面。2024年它總營收是28億美元，金融呢佔這一塊超過了30%，而且它是成長最快的。它還有跟新加坡電信合資開了一間真正的數位銀行，叫做 GXS Bank。去年的存款有16億美元，貸款組合翻倍到11.8億啊！所以不要把它單純的看成一間外送公司啊，它可能是一間穿着外送外衣的金融公司啊。而那80萬移工來自於這個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全部都是 Grab 在母國既有的用戶，他們在老家本來就有 Grab Pay 的賬戶，他們的家人也有，所以你懂了嗎？Grab 花了192億買 Foodpanda， 說不定不是要跟 Uber 搶我們的訂單啊，他要的可能是這80萬人，還有他們背後每年40億的現金流。所以現在問題來了，那兩端的用戶呢已經存在，就差那個中間的管道把它打通起来就可以了。說到這邊我們不能就單純就想台灣。台灣有80萬移工，日本有超過50万，越南人呢已經是日本最大的外籍勞動力。南韓去年的移工也暴增了129%，大概是30到40萬。香港有超過35萬菲傭還有印傭，這4個地方的移工匯款加起來保守估計，我說保守估計應該是有105到125億美元。那如果你再算上地下人地下人不好算，因為我也没有他那邊的資料，我們就以台灣這樣，以台灣的狀況去推，所以大概有接近150到170億左右。然而 Grab 在這4個地方一個都沒有進去，台灣有可能是第一個。大家好，不好意思，請問一下外送桌在哪邊？桌子那邊。好，大家謝謝哦。為什麼是台灣呢？因為有現成的 Foodpanda 可以買而且很便宜才只要6億美元我算過台灣的人口跟那個移工的比例，我們算成密度來說，大概有 3.5%。它比日本，因為日本人口比較多嘛，日本只有 0.4%， 所以試錯成本它是最低的。如果在台灣實驗成功Grab 就可以拿着這個數據去敲日本跟韓國的門。然後還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在想，這個台灣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便利商店，我們生活裡的一切幾乎都可以在 Seven 或者是全家搞定，比如說繳費領包裹、儲值、買咖啡、影印、提款。那我們的便利生活呢？是繞着一個實體空間在轉的。那 Grab 這個超級 App 想做的事情，說不定是把我們在超商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塞到我們的手機裡面，叫車、點餐、付錢、轉賬、借錢、買保險等等，我們全部都用一個 App 來解決。那在東南亞呢，這一套已經被驗證了。不過呢，東南亞並沒有像台灣這種密度的那種超商但是在台灣也沒有從來真正出現過這種超級 App。所以這兩種便利模式我覺得從來都沒有正面的对打過說不定台灣就是第一個戰場。那我們上面剛剛聊的這些錢的流動Grab 帶進來的東西但是我覺得有可能不只是這樣子，我覺得有可能遠遠不止這些。他今年跟 OpenAI 還有 Anthropic 合作開發了2套 AI 系統，他一套是給商家幫老闆分析說什麼時段該備什麼料該推什麼促銷另一套呢是推給外送員，他會及時的預測交通還有最佳路線。這不是什麼未來願景這是已經在東南亞上面上線的東西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們台灣夜市的老闆有一天打開平板，然後看到後台有一個懂中文的 AI 就跟他講說老闆，今天晚上下雨，建議你多備3成的湯，外送單量會比平常高4成。
說不定這一天呢 ，AI 的介入可能沒有我們想象中的那麼遠哦。所以同時 Grab 今年1月的時候，也在新加坡啟動了無人機送餐的測試。他收購了一間中國的 AI 機器人公司，叫做 Invermove， 然後還有跟一個自動駕駛的公司 WeRide 合作路測。你可能覺得這跟台灣沒有關係啊，台灣環境可能不適合無人機啊，什麼那些之類的。我知道啊，那些都是2023年、2024年的知識啊。我們現在要重新思考一下很多事情了啊。我們先從頭來思考一下台灣的環境。台灣啊，台北是全世界最密集的都會區之一，23F 2杯的。不是23F， 好，謝謝哦。而且我們還有什麼宰相，還有機車文化，每平方公里啊，滿滿的人跟車啊，這絕對是無人配送技術的一個煉獄。所以這只要點名一下啦，台北市長，你敢不敢讓 Grab 進來台北市裡面去測試這些東西？如果這些科技是在台北市測試的話，那我跟你講，這個事情可能就不只是外送產業的新聞哦。這個可能是台灣科技產業的新聞了。然後我們來聊聊有關人的部分。台灣現在有好幾萬個外送員，光台北市就好幾萬了。他們每天在街上啊跑10幾個小時啊，但是在銀行的眼裡，什麼都不是，他們幾乎不存在啊，因為沒有穩定的薪資單啊，沒有公司開的證明，然後信用評分低到不像話啊，什麼貸款都辦不下來。你想買一台新的機車啊，抱歉啊，你想要貸款買一間房子啊，抱歉啊，左轉。但是在 Grab 的系統裡面，邏輯是反過來的。你一個跑了2000趟的外送員或2萬趟啊，平台上面有他每一天收入的記錄。33D， 兩樣的。好，謝謝，拜拜。接單的頻率、客戶的評價、活躍的時段，這些數據拼在一起啊，比去銀行填任何一張表格都還要有用。對吧？我們有沒有銀行業的觀眾？你覺得呢？然後在東南亞 ，Grab 就是用這一套邏輯來借錢給司機還有外送員的。不過裡面也是有壞賬，也是人沒還錢啊。不過我查了之後，壞賬率呢只有1.8%。所以這套系統如果進了台灣呢，我們每天在路上拼命的人可能是第一次被當作一個有信用的人來看待啊。這一點就想想就覺得不錯。再來，我們剛剛只有講到移工，但實際上呢，台灣還有超過50萬東南亞的新住民，嫁來台灣的越南太太、印尼媽媽、菲律賓姐姐，還有他們在台灣出生長大的孩子，他們已經是台灣人了，跟家鄉的連結呢，其實從來也沒有斷過。例如每個月或過年過節都會匯錢回去啊，每年帶小孩回去看看外公外婆。Grab 不是什麼新興的科技啊，是他們每天在老家都有用的東西呀。打開 App 就看到熟悉的界面、母語的文字，然後還有家鄉的品牌。那我們再把視野放大一點，我們再來看一下台灣呢，推了這麼多年的新南向政策，然後說要跟東南亞走得更近，政府簽了不少的備忘錄，辦了不少的論壇，喊了不少的口號。但是呢，這有可能是一個可以把兩邊都把它連在一起的一個東西啊。而這次有可能可以把所有事情串在一起。用什麼串在一起呢？用人，80萬個每天在這座島上工作的移工，50萬個在這邊已經生根的新住民，還有每年200多萬來台灣玩的東南亞觀光客啊。他們下飛機之後啊，如果打開手機，然後發現跟自己家鄉用的那個 App 在台灣也能用，叫車能用，點餐能用，付錢能用，那你覺得這件事情有可能只是方便而已嗎？你想想看，而且啊，這還是雙向的哦，這還是双向的。你看，我們台灣人去東南亞旅遊，如果也能用同一個 App， 台灣的餐廳啊也可以上了 Grab， 那也就是說，東南亞的觀光客啊來台灣之後，
台灣之前就能看到，就能點，對吧？打電話外送到14樓。好，謝謝。然後我們現在再回頭看看那一則新聞啊 ，Grab 花了192億買了 Foodpanda 台灣啊，你覺得他是買一個外送平台嗎？它有很像是一種買一個入場券，這張入場券啊，是台灣2345萬人的消費市場，還有80萬移工的金融需求。接着呢，還有日本的50萬移工，南韓的40萬，香港的30萬，加起來每年安靜流動着，差不多有150億美元的地下匯款的河流啊！你想想看，所以有些事情啊發生的時候呢，不會有聲音，沒有爆炸性的新聞，沒有記者會，然後沒有人會在街上舉牌告訴你，這個世界可能要改變了。它只是一則劃過去的新聞，一個 App 換了顏色，然後一筆大家看不懂的一個跨國交易，然後5年後你再回頭看啊，你就會發現，地中軍，大家。